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非常深度的知识拆解。这次的主题呢，围绕在 Casper 创办人 Jonathan Somborski 在牛津大学辩论社的一场精彩问答。老实说，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加密货币的普通技术分享，它其实更像是一场顶级的大师课，涵盖了区块链的底层架构、创办人的心理学，甚至是人工智慧未来的经济发展蓝图。我们将会把这场高含金量的对话彻底拆解开来，带领大家从微观的开发者思维一路探讨到宏观的 AI 协调市场机制。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会快速扫描今天的路径，从创办人思维与架构出发，接着回顾区块链这10年的转移，再来探讨 AI 与加密货币的碰撞，以及随之而来的 AI 协调市场机制。最后，我们会聊聊代币化与网络效应，并且整理出总结与实务应用。第一部分，创办人思维与架构，我们来看看潜意识是如何变成数位化投射的。在科技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创造者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直接投射到他们所打造的系统里面。这里 Jonathan 分享了一个超有意思的意识，他说他曾经和 ChatGPT 进行过一次深度的对话分析，结果你猜怎么着？ ChatGPT 直接断定 Jonathan 的大脑思维就像是一个混乱的图形结构，他习惯同时发散出无数个不同的想法与分支。而作为一个专案的创办人，他每天最大的挑战就是必须把这些混乱多线程的想法线性化，让团队里的每个部门都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段故事听起来很个人，对吧？但其实这完美隐喻了去中心化网络在架构上最核心的挑战。因为在分散式的世界里，讯息的产生本来就是混乱且多点爆发的，我们极度需要一套机制来让这些混乱的讯息变得有秩序。这也就带出了 Casper 的核心技术，也就是 DAG 有向无环图。我们来深度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传统的区块链像是比特币，它的运作方式就像是一条单行道，矿工们必须乖乖排队，一次只能产生一个区块，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种设计确实很安全但效率真的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 DAG 完全不一样，它允许网络中同时产生多个区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超大型的高速公路，车辆是可以同时并排狂飙的。这种混乱但急速的特性，正好就呼应了刚刚提到 Jonathan 那种混乱的图形思维。但是问题来了，当多个区块同时爆发的时候，系统就必须面对一个超级难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建立一套极度复杂的协调机制，来直观而且公平地为这些区块排序，最后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具备一致性的线性系统呢？这就是 DAG 技术最困难却也最具价值的地方。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理解了底层技术之后，我们必须把视角拉高，进入第二部分，区块链的10年转移。在过去这10年中整个产业的重心发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典范转移我们回顾加密货币的第一个10年，那时候整个市场和学术界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对 Layer 1 底层基础设施的狂热，每个人都在试图发明新的共识机制或者新的密码学原域。那是一个造桥铺路的时代只要你能提出一个新的底层架构，热钱和目光马上就会涌进来。但是当我们跨入第二的10年，情况完全变了。因为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备，现在产业的焦点已经彻底转移到了应用层。我们现在每天在博弈的问题是，当节点的验证者开始操纵交易顺序时，会发生什么事？演算法交易要如何在链上无情的攫取利润？这是一个充满混乱、高度博弈而且极度操纵的环境。所以对于创办人来说，现在最刺激的战场早就不是纯粹的底层研究，而是该如何在这个险恶的应用层中重新建立规则与秩序。重点来了，我们进入第3部分 AI 与加密货币，这可以说是极端力量的哲学碰撞。当加密货币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的同时，另一个科技巨兽彻底爆发了。没错，就是人工智慧。现在很多人都在问 AI 的崛起会不会直接取代加密货币？其实有乐探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视角。他认为我们不该把这两者看作是谁取代谁，而是两种本质上完全对立却又极度渴望互补的系统。这其实是一场关于限制与无限的哲学碰撞。我们来强烈对比一下加密货币
币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严格的限制与稀缺性之上的。它的程式码是写死的，总量是固定的，所有的资讯都必须经过密码学的严格签名与验证，对吧？它本质上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绝对稀缺。但是 AI 呢 ？AI 完全站在光谱的另一个极端。AI 代表的是无限的丰饶，它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无数的文本、图像，甚至衍生出成千上万个虚拟代理人与数位身份。一边是绝对的稀缺与死板的规则，另一边则是无限的扩张与混沌。这两股力量的拉扯，真的就是未来数位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矛盾所在。为了让这两种极端力量能够顺利融合，我们来看看第4部分 AI 协调市场机制。既然 AI 带来了无限的扩张，还有那种随时可能失控的风险，我们到底该拿它怎么办？这就带出了 Jonathan 提出的一个非常具备前瞻性的概念——协调市场。如果 AI 代理人之间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协调层，他们的互动最后绝对会陷入一种无效的，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内耗。为了更深入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搬出赛局理论中非常经典的猎鹿赛局。想象一下，有2名猎人，他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是合作去猎捕一头价值极高的大鹿，还是干脆各自单飞去抓一只价值很低的小兔子？如果他们约好要合作猎鹿，但其中一个人中途反悔跑去抓兔子了，那坚持留下来猎鹿的人就会一无所获。这个理论完美凸显了什么叫做劣势均衡的风险。我们人类可以透过道德、法律、传统或者社会压力来逼迫大家合作，对吧？但是 AI 代理人身上根本没有这些包袱啊，他们没有道德压力，也不受传统束缚，他们是完全自由且松散的。所以 AI 代理人超级容易陷入那种各自去抓兔子的劣势均衡，根本无法达到高价值的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 AI 极度迫切的需要加密货币的底层技术来当做约束。我们继续聊下去哦。当我们理解了 AI 的这个致命困境后，其实未来数位经济的运作逻辑就很清晰了。总共可以分成3个层次。首先 AI 代理人会在网络中不受限制的生成无数的身份与任务需求。接着，加密货币的底层元宇，像是智能合约或是不可篡改的区块链记录，就会作为一个无需信任的框架，强势介入。最后，即使本来很松散的 AI 代理人，就会主动使用这个加密货币框架来汇总彼此的偏好，签署协议，并且精准地执行协调动作。简单一句话总结，加密货币将会成为 AI 代理人之间最原生的语言与信任基础设施。AI 负责提供狂暴的生产力，而 Crypto 负责提供不可或缺的秩序。理论我们谈得非常深入了，但分析问题必须落地。所以第5部分，代币化与网络效应，我们来直面市场的残酷现实。在问答环节中，有位观众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非常实务的问题：发行代币真的能够解决网络效应所带来的陷阱吗？这个问题直接命中了许多区块链专案发币的核心逻辑。我们必须诚实面对市场的残酷真相。不可否认啦，代币化的确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机制，可以去补偿那些早期的信仰者与建设者，这也确实解决了网络初期的冷启动问题。但是，无数的历史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先行者优势往往是难以撼动的。就拿比特币来说，它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垄断陷阱。就算今天市场上冒出了几千种号称技术更好、速度更快的代币，甚至采用了我们前面提到最先进的 DAG 技术，它们依然极难击败比特币早就累积起来的庞大共识与网络效应。在现实的金融竞技场里，强大的流动性与先发优势几乎总是碾压单纯的技术领先。不过，这种庞大的流动性也是有防御价值的，因为它能极大程度地抵御恶意的市场操纵。毕竟，没有任何单一实体能够轻易砸出足以摧毁整个比特币网络的流动性。在这里，我想抛出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请各位在脑海里反复推敲一下。在我们现实的投资环境中，那些主打技术升级、宣称拥有各种新颖应用的新兴代币，真的有机会从根本上跨越比特币已经建立的那道巨大网络效应鸿沟吗？又或者说，所谓的技术优越性，在绝对强大的市场共识面前，其实是不堪一击的呢？这绝对不仅仅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评估区块链专案时必须直视的商业与投资现实。
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进入最后的第6部分，总结与实务应用。我们今天从 Jonathan 的大脑思维模式出发，理解了 DAG 如何解决复杂的协调难题，也看到了整个产业从基础设施转向应用层的强烈趋势，更深刻剖析了 AI 与加密货币是如何从本质上的对立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融合。这些洞察绝对会彻底翻转我们未来评估科技专案的标准。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区块链的价值已从底层架构转向应用层的协调。面对 AI 带来的无限丰饶与失控风险，加密货币的稀缺性将成为 AI 代理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信任市场。在强大的网络效应下，未来的赢家将是能完美融合 AI 创造力与 Web3 规则的应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